完我妈呀，就和我姐两个哈，就抱着我到海边了，要上船的时候了，我妈还是想把我放下，谁爱捡谁捡嘛，我回家怎么办呢？我已经都4个孩子，我都活不了了。完了后来那个我姐就拽着我背着我，还就不撒手，嗯就哭啊。嗯我那时候也不算太知道，是那个要扔下我还是怎么的哈。我姐就哭我就哭，就这样。我妈一看没办法了，走吧，回山东再说吧，就把我带上船了。我们家的生活真的挺困难。嗯，嗯，你那时候知道自己是日本人吗？当然知道了。我回去，因为我妈去了没有半年多哈，这样那个转过年来，那个7、8个月吧，又回到山东带我这么大个孩子，实话实说和会上。和什么？和会上啊，就是那个军委会是什么的会啊？那是叫什么会哈？那就实话实说了。就是我是，哎，对，收养的日本孩子在那活不了了，我给临上船我给带回来的，带回来了。明白？但是我大娘啊，我现在印象可深了。我走到外边那玩儿吧，他们在那个山东人都爱坐到石头上唠嗑哈，他那个唠嗑，我一搁那边过来，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他。这不敢和他小日本们说话儿啊，那小日本人给他扔那么海里头淹死得了呗，给他带回来干嘛？58年那次吧，我哥知道，我哥给说的，我大哥嘛，上那儿去调查他去了。我大哥说他是从日本人是确认日本孩子确认。完了那个你去找老太太吧，我妈正好在我二哥家。完了外事科就到那个到我二哥那去找我妈，我妈没给人好脸子，生气，连吵吵带那啥的给人扔出去了。啊。人家就走了，走了完就这事儿就放下了，放下又到60几年吧，又一次就建交以后了，那就我也不记得哪年了哈。这么调查外事科，左一次到我妈那去，又一次到我妈那去，我妈说啥也不干，不让我走，也不说。就是没有任何信息跟他们沟通，哎，对，我不说，就可横了啊，就给人踢出去了。完了那个还是不愿意说。后来我嫂子和我哥，我二哥哈，妈你说了吧，您这对我妹妹还兴许是好事儿呢哈，到日本去一趟，找到这亲生父母不也挺好吗？你老是瞒着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？你还有我这么多啊？你还有我们这些子女呢？不用担心，就是叫他。我哥就给他做工作，后来我妈呀，稍微有点欠窍了哈。完了，让我妈说，我妈说的，那你们左一次来，又一次来，那我就说了吧，这孩子确实不是我生的，我50多岁了，我老头早死了，我能生孩子吗？这是收养的，肯定不假。你们非得说我是收养日本孩子，那我就不行收养一个中国孩子吗？完了，外事科说实话实说吧，那完了就跟他好好说哈。那个他到那个他有机会要到日本呢，也许是好事儿。日本政府能管他们，因为建交了嘛，他们心里都清楚。那些办事的人，他们是知道怎么回事。对，因为我妈不懂啊。对，我妈不知道，我妈跟我一说，我说不行，妈，我不能走啊。我怎么能走？这家都2个孩子了，老大老二啊。完了，我自个儿的家，另外我妈，我都离不开这些人了。是。哎呀，是给我愁坏了，给我愁的，我怎么办呢？就那时候吧，就开始就一个的都露出来了，日本孤儿啊，就知道政府哎，对，在那个都有认识的吗？开会有啊，有了，那心里就有底儿了啊。头一个是邢雅君，就在离我们不远叫邢雅君，他现在在京都，还有一个老金大哥金宝才。那都是开始我们都认识的。老金大哥说：“你怕什么？有我们这些哥哥在，你有什么怕的？不怕。到日本看好，咱得回去；不好，咱不回去呗。对呀，我们就在这住。对。我后来就安排到我86年呢，我还是不想走呢，因为那个老妈在，是安排我第一批我都不能走，老妈有病那时候。完了，后来就是慢慢就挪到12批了。那外事科组织的就是第一批、第二批、第12批，
一批是几个孤儿，完到日本来观光。哦，先来看一看，先来看一看，咱也不明白呀。是日本政府这整的挺好的，从表面上哈，咱也不太理解呀。刚来的时候看到的，觉得日本怎么样？自个儿心里头没有底儿，真的是挺恐惧的。这一生哈，到50多岁的时候还挺恐惧的。来到日本竟是雪上加霜，不会说话，你工作得工作吧，自己必须得要强。我就够要强的了，真的。来到那您后来来了一次，看了之后回去了又？回去了，到北京啊。我们住在那个什么饭店。北京有个什么饭店，人民饭店那是什么饭店，在那儿住的。去的时候，来的时候吧，住了1个星期，回去还又住了1个星期，住在北京。在北京。哎呀，我就看着人来人往的哈，有的是这腿不好，有的是这样坐什么车的哈，残废。我说，哎呀，我连这样人都不如，我怎么是这样的那个命运这一生哈。哎呀，我到底这下半生应该怎么样呢？不知道，未知数。就到这儿寻亲的时候吧，我在有一天吧，我们从那个东京到京都参观，完了到了是60层楼，那个地方，完了我就在那穿和服，我们大家呀高高兴兴的，哎，穿和服咱照个相。正在高兴的时候吧，就来了3个人，一个拿着本子的，有一个跟着的哈。完了他说137号，我就叫我说叫我干嘛呀？我正穿和服，挺高兴的。完了他说你亲人你家人找你。我说我哪有家人在这儿？我怎么有家人呢？我说怎么回事儿？他也不是说的是有一个是翻译，是个留学生。我说到底咋回事儿？你跟我说说呀。可能是你家人来找你来了。哎呀，把我吓的呀！哎呀，没地方猫了，真的，有一个墙角我都能进去。我家人怎么出来？太紧张了，太恐惧了，吓得你知道不？完了。完我说我不去不行吗？我说我这儿没有家人，可能是朋友吧，兴许前边走的啊。我说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不对吧？完他说不是，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完结果我到那个他那是37楼，我就那个下来那么高的楼啊，我们在60楼呢，60层楼。中国那时候还没有这么高的。没有。完了我到那儿，完了到那儿去。我挺恐惧的哈，我就跟着那个翻译的后边，就他会说中国话，2个人都是日本人，我就跟他后边，我就冲着这2个人呢，在里边那个几个人在那坐着哈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因为我紧张啊，就是想摸摸情况怎么回事儿。完了那个他到那儿了，他就站下了。完给那个行个礼，完了就跟他说的是日本话，那翻译是说的是日本话，我一句没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完了这回吧，我就站那块儿了，我就不让他说让我往里走，我就没往里走，我好逃跑啊。完了这回吧，就是中间我父亲在中间坐着。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他。不知道，那哪知道啊？你说。完了那个他就站起来了，他过来了。他过来一看我啊，我那时候反正也挺瘦的，可能长得有点像，他能琢磨出点什么事儿来吧。他就过来了，上我这儿一摸，我这块有个疤，完上这块，我现在可能这个看不清楚了。有一个印儿，能看见？能看着哈。这个地方就磕到那个小供桌上了。是小时候磕的？哎，小时候1岁左右。哎呦，他记得。完这块就缝了好几针，总共6针呢，是几针？是你这有道印儿啊，回来我都不知道这块有印儿。你都没在意过？不知道，没有。那因为在底下呀，底下看不上眼。因为是在这个地方。是我看见，现在完了，现在长退到这儿了。完我父亲就来了，完了就跟那个翻译什么都说了一大堆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估计我就往后退。我估计就是确认就是你，那意思。可能是说的是这个话吧。然后呢？完了那个翻译说的，他说的。这个人吧，你不要害怕，他就往前来拽着我哈，你不要害怕，那个
可能是你们家人，是你在日本的父亲啊，有可能。因为他刚才跟我说了，但是要是确认的话，还得验血，还得其他的很多那个方法哈。完，他说你先别害怕，他看得出我来了啊，这吓得直嘚瑟都。哎呀，太紧张了。那肯定紧张了。完了，后来那个我父亲就把我拽着，就到他那跟前去了，他就坐下了。完，他就问我提了嘟了，完翻译就问我哈，他说，你家里头多少人呐？你怎么地的哈？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，我什么都没回答。我家人，我没必要让你知道啊。不是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我明白你说什么了，真的那时候都真的太紧张了，大脑空白了。对，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一看这里边全是生人，呜了说的日本话。我父亲又把我就是回去之后脱了衣服，吃完饭的时候叫那翻译，完了还有一个调查组的人又把我叫去了，完叫我和我父亲单独谈一谈，单独聊一下，聊一下，还有那个翻译。我也没什么呀，完我爸问我啥，我就反抗，不知道，一点不清楚，就是这几句话，我就怕他认我，你知道不？为什么？认我不得就得回来呀，或者咋？那心里头害怕嘛。所以慢慢到走的时候了，又快走了，我爸一直跟着，一直跟着我们那个车在后边，我们到哪儿他跟哪儿。真的可见这种父爱哈。他知道是你。你说。完了，后来就是我到机场之后吧，就是这一段就是很快吧，15天又回去了。回去了。回去到机场的时候，我爸赶到机场，送你，给我拿了100万。完，他说这个钱吧，这好像是挺多的哈。那肯定啊，当时是啊。完了，他说你不要那个什么声张，别让那个别让别人知道，你自己留着。对。完了，他说的回去填补你家用的意思，翻译是这么讲的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说了哈。我说啥也不要，翻译说你别这样，他别叫人看见了知道了不好。你父亲挺担心的啊。他也不知道这政策应该怎么的，给钱行不行啊？怎么的？他就怕我生活有困难，听说中国挺困难嘛，完就给我100万，叫我拿回去。完后来发现你别这样，你这样不好，你将来还得就说你们父子之关系，你那扯不断的，你别这样事儿的。他挺着急的。完后来我就收下了。那就又回到中国了就坐飞机了嘛。回来之后完我父亲一连的这个信呐，老多了。咱也不会写，咱也不会说，我一封都没给他回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吧。对呀，怎么回呀？我一封都没回完。后来那个就是渐渐的，大伙一批一批的回来。完了，日本政府给安排孤儿有房子有什么的学习的情况。我这一合计吧，那个回去没办法了，不能身份都暴露了，你不回去不行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家要是这种情况，爱新觉罗家族那个也是逃出来的，我先生他们也是逃出来的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完了合计来合计去，哎呀，那段时间矛盾呀，哎呀，太难了。矛盾。人家老头说的吧，还是那我就跟你走吧。他是搞设计的。我们家老头这段事儿吧，我简单的说几句。他是考上哈工大。哇，高材生。哈工大高材生，完了被政审审下来的，没去念。国家不培养这样人。他不得不写上自个儿的那个履历了吧，家里是什么个情况都写了吧，人家一调查就知道了。完了后来给他分配到东北工学院，那也不错呗。自己就心里就不行，一下子得抑郁症了。心里觉得不平衡，我能考上慢慢的反正好点了，但是也不行，到最后还是就说他不爱吱声，不爱说话。自己的理想没达到哈。完了到东北工学院，完了毕业之后就分配到我们单位，因为我们单位是中央直属企业建机厂。
当工程师在画图的嘛。我们老头说，我到那儿我能干什么呀？这又是矛盾了，很难的抉择。明白是，那就决定就都全家都就来了。完了，国家哪一年来的？我是86年来的。那一年就决定来。86年，实际上我吧还早，就是要是政府就是国家拿钱我来哈，那个可以更早来的，可以更早来，但是我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我养母还没去世。我不能来舍不得，所以我就养母那时候还有病呢，我哪能走了？我就在家哈伺候我妈，等我妈100年之后了，我都给她安排好了。就是那时候没有坟地，这个没有。后来就我来了之后5年吧，5年之后，可能中国就开始卖营地，就是就一个碑一个碑的那种墓地，对。完了，我就叫我姐姐给我寄钱，叫我姐给我妈买的墓地都安葬好了，我这了一次心思。这我们来到这儿了，这就来了。来了，住在哪里呢？住在就是现在那个，就现在那房子，一直在住的。在那儿。一直在那儿住着，因为我爸爸有一个朋友，因为我们家原先是乌拉瓦，就在祁县。完了，等到那边那个到中国去以后，他逃跑之后，搁西伯利亚差点没死那儿3年。完了，跟他有一个部下，他2个人一起走的，完了那个又一起回去的哈，因为他是搞户籍的，在那个丹东。他也不是参加什么军人什么的，就搞户籍的。明白。完了回去之后，我爸就是遇上我这个继母，完了他俩就结婚了。结婚了是人家家是战犯呢，我继母他们家是军阀。结婚了之后，就在那个我那继母家，就那生活了。就没到这个乌拉瓦这边。明白。来了，你那时候多少岁？我来的时候是50岁吧，51岁、52岁。都51岁了。那就是一直工作到50多岁、50岁。对呀，中国退职，那时候我们退职，现在有退休金吗？没有退休金，我们来的不要了。不给。那时候你走必须得退职。退职，国籍也退了，对吧？国籍退了，对吧？都得让你退，完全退了，就彻底。对，那时候都全退了，那没办法，拼一次呗。不这样也不行啊，孩子将来。那时候孩子多大呀？那孩子，我大女儿刚19岁，刚还是走后门，完了给她登记的，有个男朋友，这个男孩子，登记什么？追他。登记什么？登记结婚呐，在中国登记结婚才能把女婿带来你不登记结婚带不来。那是，你算是其他人了，那不是一个家庭的。对，就是为了他，我们放弃公费，我爸给邮钱，我们走的。如果是要他来的话，就是日本政府不管。对呀，那个差旅费，对，带不了他，所以您父亲就把这笔钱给了你们，自费来。邮给我钱，就是也经常邮吧。完了那个就那什么了，就把他带来了。那他没念大学吗？没有，那时候哪有啊？9年一贯制，你忘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完事儿，都不正常的呢。就是那时候完了那他10几岁来，他来这边可以念书啊？他们俩。念啥书啊？到这儿都结婚了，男朋友都跟着来了，能念书吗？就找工作吧，学日语呗。对，那大姑娘现在吧，也就是不行了，就那样了，就是那个水平了。就来了学日语，找个工作做一做。对，于是现在过得也挺好，自己盖的房子。我小女儿行，小女儿来的时候她几岁啊？几岁？那时候8岁吧。那可以。那她上学适应？对呀，完全适应。完全适应，日语很快。那是，半年就行，半年都行了。是，来到这儿吧哈，就是。那他就是一直在这边，他读大学了吗？读了。太好了。
他们东京大学嘛。东京啊，你上次跟我说过，哦，太好了，真棒。小女儿还行，那老大没得着什么好时候，你知道不？对呀，就是时间嘛。他如果小的时候来，那就那命运就会又不一样。这就是吧，我的一生，就说非常坎坷的，来到日本以后，才平稳下来。但是我在门框靠着，我一边看着放锅，一边哎呀。我的家乡在哪儿？还是我的家乡在哪儿？我说中国的家乡在哪儿？我还是挺想回来，想中国，因为在中国长大嘛，结婚记忆那么多，对，经过了这么多，我还是想回到中国。我将来还能回去吗？就这样想。毕竟记忆都在那儿。所以说吧，两个国家哈，真的不同的这个情况。完全不同，两个世界。中国那天那个就是也是录这个采访的哈，我就说了，我说的我不会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，但是我可以说句实话，我说中国是我的故乡，日本也是我的故乡哈，也是我的家乡，但是这两个不同的家乡，两个人不能和平共处吗？非得找事儿打仗吗？啊？我说的日本的优点，中国不可以学一学吗？我说中国人没有教养，这是我直言。我说哈，我说的不应该向日本人学习吗？日本人绝对自立，你知道不？自立自强，自强，自己看谁没。你再坐电车，我就比如了哈，我坐电车来说吧，大家鸦雀无声的，只有看书。头几年都是看书，不干扰别人，不干扰别人，声音都没有，说话也没有。中国呢，我也去过，好死，在那个在那个大巴上啊哈，打电话骂人呢，呀可那什么了，我这你在哪儿呢？哎呀，那骂人呐，说脏话的。就一个最离奇的哈，就说挨着我坐的这3个座，就司机在前面，这2个座是大巴嘛哈，坐的那个人，前面这对面也是坐的人，我坐在这旁边上去了，这个人呢是抱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有6、7岁了，挺大的，腿都当到地了。妈，我有尿，你看他这个妈妈哈，那你就赶快下去，你找个厕所给你孩子撒尿啊。完了，来，就把那腿一劈给孩子，那个男孩子嘛，完了就哗那一大泡尿，谁也没有吱声。哎呀，把我烦的呀！那个，哎呀，真的，你太无知了吧！我知道你说的，我也是看不了这些。哎呀，我天哪，真的，我说这哪个国家有优点？因为我们都是真的一衣带水的兄弟啊。那个不能和平共处吗？我说为什么要斤斤计较以前的那些事儿？大家都扔掉过去，现在不好吗？谁先进学谁。对，我最后我就这样讲的。我说我说话也许是那他会给你剪掉的，我不会给你剪掉。那剪掉就剪掉，反正我说了。